原来它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家好，苹果店。那我们现在上手了 iPhone 14，那这个就是比较小只的这个 iPhone 14 Plus 还没正式发货，在10月的时候才会发货。但是我们还是想上手亲自来看看说，这次到底是不是真的使用了 A15 处理器的情况下，然后相机又没有大升级，是不是代表实际上手的体验是不值得入手的一支呢？因为像大家这个测处理器的跑分又跑出来，好像 A16其实对比 A15 没有什么进步，但是整体来讲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其他规格上面的差距啦。那我们来上手这一支紫色的就非常漂亮，我们来开箱给大家看吧。好，那开箱继续前呢，我们来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 Casetify， 国际知名的时尚配件品牌 Casetify。近年来呢，持续致力于品牌的永续发展，在制作的过程中呢，减少使用原生塑料，坚持使用永续环保物料来制作产品，同时呢，也保留品牌的时尚还有防摔的特性。今年他们推出的手机壳也是从 Recasetify 计划中所回收的手机壳，结合部分可回收的物料和植物性物料所制造而成的。这一次呢 ，iPhone 14系列全面以65%的回收物料以及植物性原料制作而成。Casetify 不止在产品永续性上面升级，在防护的部分也是完全不妥协。这次加入了 EcoShot 科技，采创新的螺纹设计，防护力全面升级20% 以上。那并通过了4到6倍的军规级防摔测试标准。那我们这边来展示一下新的 EcoShot 材质在吸收冲击力上跟一般其他的材质相比，你可以看到它对金属球的吸收冲击力有多么的强。那如果你喜欢不同风格系列的手机壳呢，他们也推出了多种不同系列的产品线。那像是强悍防摔手机壳、特强防摔手机壳，还有终极防摔手机壳，各针对不同族群的需求，提供不同的风格和防摔系数。那我们就先来介绍强悍防摔手机壳吧。那手机的四周围呢，你在里面都可以看到它加入了螺纹的设计后，那 EcoShot 通过了2.5公尺高的防摔测试，具4倍军规级的防摔标准。那同样以65%回收物料及植物性原料制成。那手机的边框上面的颗粒，就是从旧手机壳上面所回收再利用。那整体呈现的是简约的线条风格。那拥有超越军规防摔的保护下，还能保有不厚重的手感。那在前萤幕的边框呢，你可以看到1.66公厘的加高保护。那相机环的部分呢，也有1.1公厘的加高来保护镜头。那同样是有支援 MagSafe 和非 MagSafe 的版本。那下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特强防摔手机壳。那它们其实是在手机的内部呢，一样拥有 EcoShot 超防摔的材质。那在外部的视角上面呢，也有再度加强，因为手机的角落呢，就是最容易摔到的弱点。那通过了3.5公尺的防摔测试，具备了5倍以上的军规防摔标准。那同时呢，一样使用了65%的回收物料和植物性原料制成。那萤幕的边框呢，也再度加强至2公厘高，那镜头环加高至1.1公厘来保护镜头，同样提供了 MagSafe 和无 MagSafe 的版本。那在最后呢，就是终极防摔手机壳的部分它带来最高等级的防摔保护，是 Casetify 史上防护力最高的手机壳。通过高达6.5公尺防摔测试，6倍军规防摔标准，同样提供了 MagSafe 和无 MagSafe 的版本。Casetify 的手机保护壳支援 iPhone、Samsung、Google 等多样选择型号后，那全系列的手机呢都支援非常多种客制化的功能。那共有多种排版、字型、字数还有颜色可以选择。那可以依照你的手机颜色啊，还有喜欢的风格自己搭配，不用担心出门可能会碰到撞壳的问题。那它在网站上的客制化界面也是非常的友善后，那大家如果在上面就要进行自己操作啊，自己客制化，其实都是非常的容易。那如果想要购买的人呢，我会提供苹果爹的专属85折折扣码在下面的资讯栏，那你只要直接点选链接就可以享有优惠，记得来去使用来得到优惠咯。啊，那这个就是 iPhone 14啦。哦，淡紫色好漂亮。哇，这个紫色是让人家心动的紫色。然后我其实蛮喜欢它的侧面是做这种雾面的材质，它不会沾指纹。哦，我们就赶快来开始设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的表现怎么样吧。哇，这个我必须还是要讲，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旁边是这种雾面的这种手感的设计啊，但我也很喜欢不锈钢，只是这个沾指纹的程度真的比不锈钢少了不少。这一次这个紫色真的是很漂亮。那我们刚刚也做了很多一些实际的测试啊，拍照啊，或是一些效能上面的测试。那到底它跟 iPhone 13 Pro 或是 iPhone 14 Pro 有什么实际上的差距呢？我们就来讲吧。OK， 那首先在正面萤幕的地方啦，因为这一次其实很多的这个动态岛的亮点、打孔的亮点，在
这个系列上面都没有。所以以前面的萤幕来讲呢，如果你是从 iPhone 13代看到现在的话，它其实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一模一样。但是如果你从旧一点有刘海机型上来，然后你看到它的刘海是比较缩小，那大致上就是这样。我觉得它的呈现起来还是一颗非常漂亮的萤幕。所以呢，我们大致上可以直接就跳到它的相机表现上面。那前置镜头呢，它至少跟现在的14 Pro 用的是同一颗。但是呢，我在14 Pro 的评测里面也有讲过，测试起来我感觉跟先前几代比较起来，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它在自拍的时候，其实比较大的部分还是依赖它演算法对你肤色的这些判断啊。所以我对先前的自拍镜头也没有到很不满意，我只是希望它的自拍镜头可以再广一点。那这一次它选择是加入自动对焦，然后用了一颗比较好的镜头。整体来讲的话，前置镜头我觉得大同小异，不算太有感。那后面的镜头的话呢，这一次主镜头的话，据说是用了跟13 Pro 是同一颗镜头啦。那我们也做了一些拍照的比对。以到现在这个时代来讲，如果你用的手机是比如说12啊、13啊、11的话，或许你在光源好的时候，其实这些镜头的表现都会非常相当。我甚至可以跟你说，如果你拿 iPhone SE 3过来去拍摄的话，我在光源好的情况下，你如果不是特别去看得出来这些焦段，你可能真的也很难看得出来哪一个是哪一个拍的。这次在 Pro 上面的这个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是没有下放到这里，可在我实际拍摄 Pro 的那一颗镜头之后呢，如果那一点是你唯一纠结的话，其实是还好，因为它4800万画素的这个镜头，它的限制算非常多啦。那很多时候你其实还是都是用1200万画素的方式拍。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一颗镜头跟那一颗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我基本上都还是非常满意。那这次我觉得它在肤色上面的呈现有点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在这一颗镜头上面加入这个对肤色上面的判断是比较讨喜的齁。那如果你常常是拍小孩、拍家人、拍女孩子，那他们常常觉得说，你 iPhone 的手机呈现的成色太真实，不喜欢，要你用开滤镜啊，要你用其他的东西，或是用 Google Pixel 去拍的话，那这一次我觉得它在肤色上面的判断是有偏讨喜的方向。或许离现实有一个距离，可是至少我觉得人家会比较喜欢他看到他拍出来的照片。那在暗部的拍摄上面呢，其实如果你要拿它跟13 Pro 之前的机种比的话，差距算是些微啦。那你要去放大照片，我刚刚也是放大看很久才看得出来好像是它这个深度融合光像引擎堆叠的方式，会让它照片的纯净感看起来比较好。可是呢，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测试的模式，我们一般不会在那么暗的方式去拍。但是如果是在室内一般的光源的话，我觉得它的差距算很小，跟先前的13或者13 Pro 可能12比起来都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那我们测试的超广角得到的效果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它在暗部的处理的杂讯处理真的是有比较好、比较顺一点。你先前对这个有抱怨吗？如果有的话，那或许这个就是一个值得升级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整体这一组相机在拍照这个功能上面，跟可能前一代、前2代甚至3代，你的有感的地方不会到太大。可是如果我们跳到同样是这个镜头所呈现出来的摄影的话，其实它会有蛮多有感的进步。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摄影是不是你觉得必要升级的功能。那我们刚刚有测试这个电影级模式，它的成像真的也是非常好。那这一次可以升级到让你拍摄到 4K 支援到24帧或34帧的这种电影级模式。不只是这样因为以前电影级模式只有 1080p 的情况下，你在2个同时去对比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明显看得出来它画质的进步。那记住这个是一个入门版的 iPhone。那在用同一颗的处理器的情况下呢，当然这种时候它如果去改变它的演算法跟运算的方式，它自然在边缘的运算也会稍微好一点。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些微，如果你在 iPhone 13 Pro 可能有一些地方运算错了，那个是有时候1-2秒这种错误，在 iPhone 14上面就比较不容易看到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突然感觉起来好像它的 CP 值有稍微提高了一点。那再来就是这个运动摄影的模式，我们刚刚也是这样跟着去跑。那我刚在追拍在测试的时候，我没有刻意去想说我的手要不要是稳的，我就是反正就是追着去拍这样子。那你在拍的当下你看不到它运算，你会觉得你画面好像很晃，可是事后回来再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反正觉得这个运动模式真的处理的算不错。我在切换到运动模式的时候，它会自动先切换成超广角啦，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在光源比较好的时候用超广角去拍摄还是 OK 的。但是如果光源稍差的时候，你可能就尽量用主镜头。那其实它自己里面也会提醒你说现在光源并不够好，就让你使用运动模式。所以这个运动模式虽然很实用，可是它也不是万能，它非常吃你现在环境的光源。那除非你都是在户外拍，就是去旅游，为了要用这种类似运动相机的这种模式去拍的话，那或许它可以取代部分的运动相机。可是当然了，你手机还是有其他用途，你要去思考它的续航力啊、它的电力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去拿
捏一下说，是不是它可以真的取代你的运动相机哦？那我觉得至少在现在看起来，拍摄出来的成像真的是苹果做的处理非常棒，非常漂亮，而且让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一个地方。那下一个部分呢，我们来看到它的效能，这个会是一个提高很多人愿意购买它的一个意愿。在我实际测试它的效能之后，非常大的惊喜，那就是我在输出了一个将近6分钟的4K 影片，然后我在 iMovie 里面去叠上漫画的图层哈。先前那支影片 13 Pro Max 跟14 Pro Max 两个得到输出的时间是相当3分39秒。那在这一支里面是用 A15的情况下，又是比较入门的机种，它的输出的时间会是多少？一样3分39秒。我搞不懂，然后它的机身也是完全没有热，那有什么理由说它的散热比较好？同样是 A15，可以跟13 Pro Max 比较起来，它的机身又没有那么热，散热是散到什么地方去？还是说它主机板堆叠的方式不太一样？这个我是蛮好奇的。那如果你在意效能这一点的话，至少以我的使用情况，在这个影片输出或者是你在拍影片的时候，它可以持续非常好的效能，而且在影片输出这一点跟使用 A16、14 Pro 也没有差距。那我在那支有比较深入去讲说，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可能软体优化，针对处理器的优化还没有，因为毕竟新的处理器还没有到那一点。但是以当下这个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在几个月后会不会进行优化，让这个 A16 拉出一点差距呢？觉得如果真的是拉到像我们看到跑分上面这些差距，大概8% 到10% 的话，可能也是些微啦。那这个前提也是要说，真的是因为优化的问题，它才做不到。那如果不是的话，他们这两个处理器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差距，就真的是几乎没有。那或者是就像苹果发表会上为什么不去拿 A16 跟 A15 比，可能就是它的差距真的不大。那这样讲的话，会不会好像买 iPhone 14其实好像比买 iPhone 13 Pro 或者14 Pro 还要值得？但是同时你要去想，它还是少了非常多，像我们刚刚讲的前面荧幕的 Promotion 啊。那如果你又跟14 Pro 比的话，动态岛、新的打孔，然后还有新的相机模组、长焦镜头，那还有一个我最爱这次新功能，在14 Pro 上面的就是水显荧幕。那所以这种时候是不是单纯就是只是看这个？现在输出影片好像时间效能相当，就代表它是更值得的手机。那我觉得就看你在这些新功能的列表里面哪一点对你而言是比较重要的。以我而言，现在当然是因为有上手有比对，我体验了14 Pro 跟 Pro Max 之后，我发现我最爱的功能就是水显萤幕，还有它的 4K 电影级模式拍摄。那现在 4K 电影级模式拍摄它有，就是只有主镜头跟前置镜头。那我当然我也不会用前置镜头拍电影级模式，所以就算是只有主镜头用电影级模式可以拍到 4K。那在14 Pro 上面，它又多了一颗长焦镜头可以拍电影级模式。可是长焦镜头在电影级模式，我又是觉得是一个很必要它拍摄出来效果很好的焦段。所以这时候你来回去比 Promotion 120Hz 水显萤幕，然后多了镜头，然后电影级模式的使用模式更广，然后刚刚讲到的运动模式也是一样，在 Pro 系列上面3颗镜头都可以支援。这种时候，我觉得当然这个价格差距也不能单单纯只是看目前处理器上面效能的差距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好像还是比较值得。但是如果你所要做的就是单纯只是玩手游，而且还要玩那种很吃效能的手游，或许你在14系列、14 Plus 系列上面会得到一个蛮好的体验。但同时我们要讲回来，有人喜欢玩有支援 120Hz 的手游的时候，他们又没有，所以只能说这个刀，或者说它这个不同产品系的这个切得非常的，不能说刁钻，应该说非常聪明啦。让你感觉好像，好像这次的 A15散热做好就已经值得咯，可是又让你忘了说，那这样不是跟新的处理器还是一样吗？那同时又让你去想到说，那如果我只要玩手游的话，是不是这一支就够了？但是它又没有120Hz，那对比市面上很多主流那种电竞的手机来讲，你早就已经超过120Hz 的情况下，那它到底有些值得，有些不值得，这个来来回回真的让人很难去直接给出一个很直接的建议。那我自己的看法是呢，我觉得以这个价格区间呢，我还是会觉得14跟14 Plus 要买到这个价格，就会觉得好像买到 Pro 会比较值得。但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建议啦，你们还是要去看一下说，我刚提到的这一些，或许60Hz 的萤幕配上这个可以长时间玩重度手游，然后不太发热、不太降频的这些功能，对你而言才是首要你想要的话，那搞不好14跟14 Plus 就非常的适合你。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没有提到，就是它真的很轻啊。那 Pro 跟 Pro Max 都很重，14跟14 Plus 都轻了不少。那同时间又有还不错的效能，其实反而也会让我想持续试它、使用它，然后分享一些比较长期的体验给大家看。那我们其实有预购14 Plus 那一支啊，那一支可能到时候我们开箱要测试比较针对就是它的
整体续航力到底跟14 Pro Max 有没有什么差距？与苹果的官方的数据讲法，好像14 Pro Max 会比较好。而现在我们看处理器上面这功耗上面的比较，感觉14 Plus 又会很好。看看会不会14 Plus 搞不好它更大致散热更好，搞不好我刚做一样这个影片输出的时候，它的输出效能可能相对起来还比14 Pro Max 好。这也不一定，那这个到时候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频道，我们再来做这些比较实际上手实测、实际使用的这些测试。OK， 好，那如果你们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